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真实中国，中国政府债务危机到底多严重啊？那么，因为昨天财政部开了一个记者会，公布了去年2020年中国财政收支状况。那么其实是不完整的一个财政状况但是昨天本来我是想做这个题目，但是因为中间涉及到这个 GameStop 的题目，因为突发，所以我还是做了 GameStop， 所以就今天我们就讲讲中国的财政状况财政状况主要我们聚焦点还是中国的债务危机的问题那么因为过去几年中国政府都发行高规模的高级非常大量的债务这里面涉及到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还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并来讲先讲讲记者会。记者会这么说，他说这个去年2020年政府债务余额到了多少呢？46.55万亿人民币。那么中国政府的负债率为 45.8%那么前年2019年 38.5%大家看见没有，已经大幅上升但是这其实还是不真实我等一下会算给大家看。全年财政收入下降 3.9%财政支出增长 2.8%财政赤字率这里有两个数据，一个叫赤字率，一个叫负债率这两个数据能够反映一个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就是说我们讲它的负债有没有超出它的财政能力那么赤字率从 2.8 增加到 3.6 以上这个数据也是不对的等一下我会算给大家听为什么它不对所以它为什么会他现在的这个公布的数据都不正确，我拿他公布的这些财政数据算出来的结果跟他这个结果都不一样都比他高非常的多。那么另一方面财政部表示地方债务也在扩大那么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为 25.66 万亿那么比2019年增加了 4.35 万亿为了填补这个财政预算的缺口，中国安排了地方债务专项债是 3.75 万亿比上一年增加了 1.6 万亿，另外发行了特别国债1万亿那么财政部的官员说尽管政府债务明显增加，但 45.8 的政府负债率仍然低于国际通行的 60% 的警戒线，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发生的债务危机的风险总体可控那我就讲讲我算的数据实际情况是中国政府的债务率已经达到 8.58% 8.58% 是它真实的情况，然后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已经达到 100%那么通行的风险控制是什么情况我先讲结果通过这两个数据就是赤字率 8.58%然后就是负债率 100%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一个直接的反应是什么？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在这种财政状况下，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应该大幅调低那么现在中国是主权债务评级这个都是给它最高级别那么应该是大幅调低才对那么什么叫负债率负债率就是政府债务的总额除以 GDP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负债率一方面可以衡量这个经济规模对债务的承受能力对政府这个债务承受能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分析衡量这个政府这个债务风险的高低。那个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就是规定的红线，就是各个国家政府的负债率的红线是 60%。
那么中国实际的债务率已经达到100%啊，我会算给大家听啊，实际上已经超出安全线的40%啊。那么赤字率就是政府的赤字除以 GDP， 这叫赤字率啊。我用的数据全是公开数据啊，政府公布的数据。赤字率是衡量这个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那么指财政赤字占国内 GDP 总值的比重。那么赤字率也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赤字和同期生产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比例关系啊。那么国际上通行的赤字率是多少？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的是3%啊，3%。那么中国现在已经达到8.58%，也就是说赤字的安全赤字率是3%的话，中国已经超出了2.85倍啊。那我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来讲讲这个，就是昨天公布的2020年中国财政状况啊，财政状况我是拿着这里面的数据来分析给大家听啊。那先讲讲中国的财政状况啊，财政结构。中国的财政结构是3块，一块叫一般公共预算，就是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一般公共预算分2级，一个是中央，一个是地方。地方讲的是什么？是省级。那么第二个叫政府性基金预算，这个政府性基金预算就没有列到这个预算里面去啊，就没有列到政府的所有的公开数据是不包括政府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但是这是政府的收支，所以中国的财政其实是2本账啊，其实也不是2本账，应该是有4本账啊。我们就讲这3本账啊，还有一本账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现在公布的是3本账，但是呢，经常我们拿出来的数据是一般公共预算的数据，其实他只拿了其中一部分出来，其实真正应该用的是3本账，4本账全加进去才对。那我们第4本账太小，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只说这个重要的部分啊。那么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说去年全国预算收入18万2895亿啊，那么也就是下降了3.9%，其中中央的预算收入下降了7.3%，地方的收入下降了0.9%啊。这里面有一个账啊，什么账？就是去年的减费降税啊，中央政府承担了一部分，所以中央政府的预算收入就下降了。那我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全国的财政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3.9%啊，这个情况能够反映什么？反映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过去可以讲过去20年，从1994年开始啊，1994年以前我们不算，因为分税制之前，其实中国的财政关系不稳定啊，所以我们就不算啊。从1994年开始，分税制开始，分税制那一天，199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跌到最低点，就是10.3%啊，10.3%。那么分税制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稳步的上升啊，上升到多少呢？上升到2013年达到 22.7%， 最高峰就是从94年到现在最高峰是 22.7%， 那么到了2018年是 20.3%， 然后又开始往下调啊，那么从1994年开始，分税制实施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水平一直超过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水平，就是没有一年是低于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为什么？
原因有2个，第一个，中国的税负很重啊，中国的税负很重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财政收入永远是超过经济增长水平啊。第二个，政府的这个财政吸取能力，就是收税能力很强，就是他没事他就去收你的税，他想收税，这个企业没办法抵抗啊。那么这是一个，然后呢，出现一个下降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税制改革，其中有一块是把地方税地税局取消，全部由国税局收。全部由国税局收呢，是影响地方政府财政吸取能力，就是他没有办法通过税局来增加他的财政收入，因为那是国税，他指挥不了，于是他就采取什么措施呢？罚款。所以地方政府现在是用罚款来增加他的财政收入，但是毫无疑问，取消地税局是影响地方政府收钱的一个情况。但是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样情况，中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都是超过经济增长水平。那你可以看，去年中国的这个财政收入啊，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下降了 3.9%， 而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是 2.3% 的增长，说明什么？ GDP 是假的，因为这个才是真的。为什么？这未必全真，但它下降这个事它改变不了。所以从这个数据你可以看到，去年中国经济增长肯定是下跌，而且一定是跌过了 4% 以上啊，因为它的预算收入下跌了 3.9%。我认为这个数据未必全真，但是至少反映了这个程度啊，反映了这个趋势啊。好，这是一块啊。然后呢，中央的收入是下跌 7.3%， 地方下跌了 0.9% 啊。支出我们来看支出啊，那么全国的支出是24万亿，我们刚才讲的收入是多少？18万亿，支出是24万5588亿啊，增长了 2.8%。其中中央政府的支出啊是35万亿啊，下降了3万5千亿啊，地方政府的支出是21万亿，增长 3.3%。那么于是你就看到中间有赤字了啊，我就把总体的结果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一般性预算的赤字发生多少呢？发生了62693亿啊。那么如果用62693亿除以什么呢？除以这个101啊，去年的中国公布的这个 GDP 是101亿，那么也就是说，就按照它一般性预算赤字的这个比例来算，中国的赤字率也是有 6.1% 的，看见没有啊？所以中国说它的赤字率只有3点几，那是绝对错误的。我刚才公布的是多少？3.6，这是不对的。这是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算，应该是把3本账放在一起来算。那么全国政府性基金赤字是24510亿，然后国有资本经营盈利了2234亿，所以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从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的整个的债务是多少呢？整个的赤字啊是多少呢？是84969亿，大数，大家记一个大数，85000亿啊，就是中央政府的赤字加上地方政府的赤字，总个在一起是85000亿。那么赤字率是多少？8.58%，这就是它的真实的赤字率。啊，我们说它的债务危机在哪里？就是在这里啊。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它的收入啊，讲它收入的情况。
你看一下它的收入的税收的情况，税收是最能反映经济的状况啊。那么增值税跌了 8.9%， 中国的主体的税就是增值税。增值税占中国主要税，增值税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税，也是税收规模最大的一个税。那么去年增值税是56000亿啊，56000亿下降 8.9%， 这是最能反映。你从这个税种你就知道经济是下跌的。然后国内消费税是下跌 4.3%， 总共有4个税是最重要，我念给大家听啊。消费税下降 4.3%， 企业所得税下降 2.4%， 个人所得税增长 11.4%。 为什么会增长？去年为什么个人所得税一下子增长 11.4%？ 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全球征税开始了全球征税开始了，所以个人所得税增长很快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免税的一个翘尾效应。好，其他的税我看一下这里进口税也要说一下，中国又干了一件，就你可以看中国政府有3套账本，就是需要的时候只拿其中一套账本出来，所以它很多数据按照第一套账本来算数，所以其实是不对的。那么中国的进口，全世界的通常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你进口就是关税，但它有一个是叫关税，一个叫进口环节税。进口环节有2个税，一个是进口增值税，一个进口消费税。这2个税加在一起，比这个关税要多多少呢？多6倍，要多6倍啊！所以其实其他国家跟中国讨论什么关税壁垒这个问题，讨论关税的增减问题，其实都没有谈到重点。其实中国的重点应该是进口环节税，其实它就是关税。所以其实中国的关税比它公布出来的情况要多得多啊！你看一下进口增值税加消费税去年是多少？去年是14535亿，下降了 8.1%啊。那么关税是2564亿，下降了 11.2%。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最重要的税是什么？最重要的其实进口环节税，不是关税。所以其他国家跟中国讨论这个问题，根本就没讨论到重点啊。然后退税，中国去年退税了13629亿，退税还有一个就是房地产税房地产环节的税，其中契税是交易税，增长 13.7%， 所以你可以看去年的房地产市场还是挺热乎的。但是你看这个耕地征用税下降了 9.5%， 然后土地使用税下降 6.2%， 说明什么？说明开发商用地开始减少了这是一块那么这里面就是支出支出是全国增长 2.8%那么地方政府增长 3.3%几个科目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就是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5.2%一个是环保支出下降 14.2%然后是城乡社区支出下降 20%大概是这样。其中还有一个利息支出中国去年的利息支出是9829亿，增长 16.4%。你会看到这笔支出会未来一段时间会越来越高那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讲这个全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情况，其实它就是预算一般公共开支呢是人大批，但是呢政府性预算原来是基金预算，原来政府不批，后来现在也要政府批也要这个人大批那么其中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土地收入。土地收入没有纳入到
这个一般预算里面管理，放到这边来，就是1994年我们讲的这个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其中留下的一个窟窿，就是这个窟窿，就放到这里来啊。那么去年的土地收入是84142亿啊，增长了 15.9%。然后呢，土地支出呢，就是土地支出用于土地的支出，比如说征地啊，比如说征地的这个改造啊等等，76503亿，增长 1%啊，这个数据很有价值啊。你可以看到哈，虽然土地收入啊，土地收入全部是地方政府的啊，没有中央政府的，土地收入84000亿，看得过去很多，但是它的支出是76000亿，也就是说它只净收入是多少？净收入只有76000，大概是7000多亿左右。实际上它支出有些地方的支出已经超过了收入，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土地财政慢慢的在消退啊，就是它支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它挣不到很多钱啊。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啊。那么国有资本的收入啊，收入增长4778亿啊，增长 20%。那么支出呢，就是2544，增长 10%。两相一减啊，利润是多少？利润2234亿。那么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构成是怎样，统计口径是怎样，我只给大家一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国有经济了啊。2018年中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0万亿啊，210万亿，总负债是135万亿。总负债是什么？总负债是跟银行借的钱啊，国有企业借了135万亿的银行借了这么多钱。那么国有资本的权益总额是多少？58万亿。这58万亿不包括什么？不包括国有金融资产，就是这些大银行的资产都不算，就是非银行的经营性的国有资产有58万亿。我不知道这个国有资本经营利润包不包含金融资产，就算不包含金融资产，58万亿一年下来只挣了2200亿，所以这个钱你还不如拿去存银行，对吗？所以国有企业的特点是什么？国有企业的特点就是真的它不是企业啊。那么再讲讲债务啊，债务这块我们今天重点讲。1到12月全国发行地方债是45000亿啊，45525万亿。那么地方债的这个再融资债券18900亿。我要解释一下啊，45000亿是地方政府发的新的地方债，45000亿是拿来现在用的。那么有一个叫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是18900亿，这18900亿拿来干什么？拿来还原来到期的地方债。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地方债它基本上不用还，因为什么？它只要有新的债务到期，它就发行；只要有旧的债务到期，它就发新的债去还它旧的债。所以基本上地方债都不用还。所以地方债的债务余额达到多少？25.66万亿啊，就是25万亿、26万亿，大数26万亿。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国债讲的是中央债，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叫国债。国债的2020年的国债余额是多少？20万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他们的总债务余额是46万亿，这是个大数啊，46万亿，将近47万亿啊，我看一下
应该是47万亿啊，46.55万亿啊。那么这个账里面又少了一块账，什么账？地方政府还有融资平台，还有一批什么债呢？叫隐形债。地方政府发现很多隐形债，比如说 PPP 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隐形债。这隐形债加在一起有多少？55万亿啊，55万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国债加上地方债，加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总数是多少？我们加总一下，加总就是101.55万亿啊，101.55万亿。那么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05.59万亿，然后他说他去年经济增长了 2.3%， 但是其实中国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债务总规模是101.55万亿，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是100%。那马斯特里赫的红线是60%，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超出这个红线40%，这就是中国现在整体的财政状况啊，财政状况。这个财政状况特点有3个啊，第一个，债务危机啊，中国的债务危机比外界想象，我现在全部用的是他们自己公布的数据，就是从这个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政府的债务危机已经非常的严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是什么？随着经济增长的这个放缓啊，那么中国政府的运行，整体的运行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特别是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的运行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啊，特别是市县域啊，就是我讲的不是省一级，是市一级跟县一级的财政危机，它直接引发什么问题？直接引发金融危机。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政府的金融是紧密勾连在一起，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会引发地方的金融危机，这就是3个特点啊，3个特点。所以我们今天就大体上跟大家报告，根据最新的中国公布的2020年中国的财政收支情况，我们来分析出来的结论啊，就这3个，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我还是在这里呼吁，请大家关注我的推特号跟脸书号，因为平台经常没办法发直播的通知，所以我们经常很多网友没办法来参加我们的直播。我还是这里呼吁大家能够尽量来参加我们的直播，这样的话我们有些沟通和交流能在直播中完成，有更多的网友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问题和观点，好吗？ 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那么明线GFA 谢谢， TT 谢谢， The Way to Fly 谢谢。最近国内物价涨得非常快，蔬菜、鸡蛋、天然气、纸张普遍涨 50% 到 200%， 甚至早晨下午价格都不一样，不知道是否因为地方债务过重，于是地方政府通过涨价向老百姓变相征税导致啊，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其实去年的年底我们曾经说过啊，今年中国通货膨胀我们去年年底说通胀在路上啊，那么现在通胀已经到了。通胀的原因不奇怪，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输入性通胀啊，
输入型的通胀包括煤的价格，包括石油的价格都在涨啊，这就是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原材料的价格就原料价格导致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啊，就是输入型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已经出现了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货币政策啊，去年1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什么？导致通胀，所以这2个原因是物价上涨的原因，跟地方政府没有关系，地方政府没那么大的力量啊。情况坐标广东4线城市，公务员2夫妻，一个副科一个正科，年终奖20万。朋友说今年公务员普遍涨薪啊，那也会推动通胀啊。那就是习近平很清楚啊，他需要尽量的笼络他的这些公务员啊，那么外面有紧张，那么内部就要稍微的对他的叫政权基础要好一点，是这个意思啊。军队好像也加了啊，军队加公务员加啊，还有一个什么，好像还有一个这个退休也加了。情况，我的同学18年毕业，进入海航做飞机检修的工程师。今天他说买了海航的理财产品的同事很惨，全部卷进去，一毛不剩。海航破产，海航已经宣布破产啊。一般来说啊，不要买自己公司的理财产品啊。你想一下，一个公司向自己的员工卖理财产品是什么情况？那肯定很不好嘛，是不是？不能买啊。情况坐标河北省魏县，我曾在一中上学，是国办高中，去年宣布本县脱贫，但是我们学校的食堂连吃饭坐的椅子都没有啊。观点，中共敛财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正常收税，国企央企敛财，货币滥发，前一段时间甚至讨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令人发指。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讨论其实是个常识性的讨论啊。什么叫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赤字货币化讲一句难听的话呢，就是中央银行给政府包底，包什么底？只要你有窟窿，我就帮你填上，不管你是多少，我给你填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都讲过啊，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啊，就是中国财政部不能够直接向人民银行借钱啊，这点非常清楚的。这中间是有一个防火墙，为什么？因为如果政府可以向中央银行借钱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会很快会解体。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的货币很快会变成废纸，因为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因为政府到最后就会发现，跟中央银行拿钱比到市场上去挣钱要容易得多，所以他会越来越频繁的向中央银行要钱，那么最后这个国家就解体，所以不存在这个讨论的空间。财政部其实引发这个讨论的是财政部的科研所的所长，那当然财政部当然希望来钱的渠道越多越好啊，所以他提出这样的议题，这个议题其实完全没有讨论的空间，因为现代的财政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是不能这么干啊。情况坐标深圳，昨天晚上换汇并顺利汇出，汇率 6.46， 银行朋友提醒不要顶格换汇，以免被系统关注，所以只能换美金4999元，990元。 OK。 提问，请问王老师，政府破产是否表明国际上的金融危机？政府破产，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政府破产。有政府破产吗？我知道城县破产过啊。国际上的金融危机现在没有看到啊。情况，胡锡进昨天发洗地文章，裁美国发抗疫金，
有些国家给老百姓都发钱，那是哄大家，都发钱等于没有发钱，都发钱等于没发钱，结果涌出一大波自媒体质疑自己不缺钱，他自己不缺钱，还不忘忽悠广大低收入人群啊。胡锡进，胡雕盘呢，胡雕盘的是有本领的，他本领是什么？他能够把一件完全被臭骂的事情，把它给抹光成一个不那么容易被臭骂的事情，听得过去还好像有3分理的这种事情。你比如说，他说都发钱就等于没发钱，这话听过去好像每个人都发钱，那是好像是没发钱，这个意思啊。听过去，其实是基本上，其实它有两个洞，这句话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发钱也不是每个人都发钱呀，对吗？所以他会歪曲一些东西，让它变得好像是有道理。这第一个，他是向低收入人群发钱，也不是每个人都发钱。谁说每个人都发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没发钱，他讲这个歪理是为什么？是为护主啊，为了护他的中国政府不给老百姓发钱，他贬低你啊，他就这个意图啊。观点，今晚读了篇新华社关于2021年财政方面的动向，明年有很多国企重组上市，控制地方财政等方面的政策。看来政府的财政和吃掉民间资本以及收割韭菜的态度很坚决，手段都想好了。提问，坐标上海，作为我们国内普通老百姓，面对这些趋势，应该做哪些趋利避害的选择？你讲的是什么？什么叫趋利避害？趋利避害，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我手上有1个亿，那你趋利避害你的空间就很大。我手上只有100块钱，你有什么好趋利避害？没什么好趋利避害。我手上有1套房，有个10万20万，那你就守着呗啊，或者换点外汇呗啊，就是只能是这样的啊。观点，第一，国不等于党，反对中共不等于反对中国，正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我们才希望推翻中共这个邪恶独裁的政权。2，爱中国不需要以恨他国为前提，仇恨其他国家并不会让中国变得更好。3，大国崛起，超英赶美，称霸世界，这些大词儿是用来忽悠人的，不会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只会把国家带入深渊。OK， 观点，在内外贸都疲弱无力的情况下，中共为了把 GDP 数字做得好看一点，就只能全力加大公共投资搞基建又没钱，因此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在举债搞基建，债务危机和金融风险非常巨大，最后受害的还是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总是这样讲？受害的就是中国老百姓地方政府他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地方政府现在搞基建呢是这样，搞基建原来呢用专项债专门发行的目的是什么？专项债原来发行的目的就是给地方政府搞基建，没钱。搞基建其实呢，地方政府并不要掏所有的钱，地方政府借钱，但是呢，规定地方政府要出头款，这头款是多少？原来是25%啊，25%。现在一看，地方政府还筹不出来，筹不出怎么办？这个地方政府允许地方政府用这个专项债发行，就给地方政府付头款。而且现在原来是付25%，现在已经降到20%，就头款，剩下的钱谁掏？剩下的钱全部都是银行掏，银行现在掏80%，所以地方政府去搞基建，1分钱都不掏，因为他没有钱，要么就是专项债，
要么就是这个银行贷款，就是这样。其实最后都是要还，其实这些钱都是要还，都是举债，一直以来就是如此啊。对不起，坐标江西某县城，本人从事建筑工程，现在政府有一个城市投资集团的机构，主要帮政府融资。去年开始，这机构已经把手伸到工程领域，砂石资源99%在他们手里，连殡仪馆都纳入城投。从一个小的环境，我们能感受到政府财政的压力有多大，不然上层不可能不知道，由此会民间企业无法生存而激化矛盾及其中的贪腐问题和执政成本。我都感觉 CCP 在10年内难以维系，翻墙的人越来越多，醒着的人会越来越多，矛盾也会越来越激烈。 OK，地方政府现在已经，特别是你除了东部沿海这些发达的省份之外，各个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这个掘地三尺找钱了啊！你看，像殡仪馆是很挣钱啊，殡仪馆都放到城投里面去啊。以前城投是干什么？城投就是水啊、电啊这些，那现在连这些都搞了啊。所以民营企业也没什么生意可挣了啊。观点：去年搞三供一业大撒钱，下面哄上面，都说的好听，搞的都是豆腐渣工程，打的水泥路面几个月漏的都是沙子，整个国家禁演，上面还喜欢好大喜功，一个小区的地面不到4年做了几遍，动辄几百万。宰不心疼，最后坑的都是老百姓。地方政府搞的面子工程又拉了一屁股债，就是这样。情况今天和长三角某城的友人聊天，他们大学老师这几天很郁闷，今年绩效工资非常低。观点：今年辅警转成事业编，给加薪，给五险一金，公务员也加薪，中国经济下行，政府债务又高涨，这可是如何为继？辅警其实转成事业编就是增加警察的数量，只不过呢，直接转成这个警察呢，一下子又太招眼，所以就把辅警还是做辅警，但是转成事业编，就这意思啊。那为什么要增加警察？增加警察的原因只有一个，维稳需要啊。情况：我是广东一街道办工作人员，这个月没有发工资，也没有解释，听说要4月才能发，2000多的工资发不起，但是5000多的领导，3000多的合同工发得出来，我们都怀疑是否挪用了上级政府原来给我们的工资，先发领导，那是一定的啊，你不用怀疑，一定是这样。观点：国内有家1000亿房产公司爆出债务危机，华夏幸福主业就是跟政府做 PPP， 外债800亿，其中地方政府拖欠500多亿，生生被拖死啊！华夏幸福出爆雷了吗？华夏幸福蛮大的企业啊，1000亿啊，是1000亿啊。情绪：中共就是用债务堆出来的繁荣，用谎言堆出来的富强，用残酷堆出来的防疫，用镇压堆出来的安稳。非常准确啊。提问：国债和地方债看着很像 P2P 的模式，新债还旧债，要是雷暴会不会也是血本无归？作为老百姓是不是应该尽早抛售？那地方债就别惦记了，国债呢？国债是有一种国债是记账是国债，可以考虑啊。观点：分蛋糕的比做蛋糕拿得多得多，这样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啊。情况：坐标江西某县城，我在体制内的小兄弟，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把单位发的某些钱退回财政，全县的公务人员都在退，可悲可笑。什么情况？县城大委他不仅仅不发工资，还要求退款啊，这个什么情况？那财政是一塌糊涂。
情况，西安去年大量拆迁，政府拿拆迁户身份证去银行办理贷款，然后拿贷款给拆迁户作为拆迁补偿，政府信用做担保，等于说是拆迁户自己贷款把自己安置了。这种隐形的地方债不知道有多少，还有这种事情啊，真的是。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